听到这话，其他同门便冷静了下来。但是别气馁啊，修仙界就那么大点儿，总有机会的。小师妹说的没错，等我下次见到他，我必要他狗命。五师妹，我们建议你见到他跑快点，不然我们清玄宗和叶荣月又要多一桩仇恨了。陆白薇不吱声了。五师姐，下回你要是真遇见他了，你先假装逃跑，然后跟我会合，我们再联手反杀他。陆白薇顿时就高兴了。小师妹，我手里进了几个新铺子，一会儿你挑一个，还你名下。低声低了个寂寞，在场的全听清楚了。五师妹赢了面子，小师妹赢了金钱，他们都很开心。滚滚滚！你给我滚远点！大师兄，你怎么被赶出来了？不知道啊。那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司玉晨被我师父弄醒了，他睁开眼睛愣愣地看着我，我看他呢有点呆，好像没认出我，我就说了一句：别怀疑，虽然我已经突破了化神，但我确实是裴洛白，没错的。全体人员顿时大惊。然后呢？然后司玉晨一口血吐了出来，人重新就昏了过去。喊他滚蛋确实是有道理的。后来师父喊我去拿凝气丹喂他，我一不小心就拿错成了活血丹。懂医的跟不懂医的全都惊呆了。你喂进去了？没有，师父把活血丹塞我嘴里，把我赶了出来。看样子17长老的脾气比从前好了许多，都这样了也只喊他滚。大长老，七元，你们怎么在这里啊？来给司玉晨看伤，拿便进去吧，他伤的真的是很严重啊。后来他们才知道司玉晨的伤有多严重，因为心头上的伤，他在走火入魔的边缘徘徊，时而清醒，时而沉睡。沉睡的时候还算正常，但清醒之后容易发狂，如果不好好控制，他会伤人伤己。叶阳龙不太懂，他跑去问陈其元，身体上的伤也会引起走火入魔吗？还是因为他失恋了，心里过不去这道坎儿？陈其元的回答是，心里也许有，但不是主要原因。他被剜心的时候，全身的灵力在运转，一时岔了气，乱了经脉，这才导致的体内灵力失控，接近走火入魔。叶荣月的大女主气运确实厉害，连男主都扛不住她这祸害。在后续的治疗里面，裴洛白还是被喊去帮忙了。毕竟司玉晨接近走火入魔，他若发作起来，他们4个医师是控制不住的。这一次4个人紧紧地盯着他，他总算是凭着良心没再出错了。那边司玉晨还在治疗着，大师兄还在被租借。这边昆吾城迎来了一件大事，昆吾城的金叶神树结果了。听闻金叶神树每隔10年结果一次，它的果子灵气浓郁，不仅能够增长修为，还能够治疗内伤，是非常珍贵的果子。不仅如此，金叶神树的金叶还是具有木属性的真金，材料珍贵且难得。只是这金叶神树很神奇，任何靠近它的飞行物都会被它压制的落地。换言之，要摘果子只能徒手攀爬，而攀爬这金叶神树也不容易。上去以后，它会给人很大的阻力，越往上爬，阻力的加成越强，而修为越高，阻力也会越强。清玄宗弟子在一旁围观，看得那叫一个津津有味儿。毕竟大家这还是头一回见到宗门活动。掌门，根据以往的经验，金叶神树上的果子和叶子被摘取的情况如何？果子会被摘掉30%，叶子嘛，没人摘到过。那没有被摘走的果子和叶子，后续是怎么处理的？枯萎后掉落，最后毫无价值。好可惜啊。是很可惜啊，那可是70%的果子和全部的金叶啊！即便是玉晨在的时候，他也没摘到过金叶。金叶在最顶端，那里的阻力真的是太强，即便是我也摘不到。你摘不到，那是因为你修为太高了。
即便是炼气的弟子上去，修为虽然低，可顶上的阻力系数很大，那么点修为也能给他放大成许多倍的阻力，就吃不消了。掌门，你觉得我如何？昆无城掌门一愣，你觉得我上去能摘到几个？你已经是金丹期的修为了，昆无城那么多金丹，你看他的最高的到现在也才摘到1个，结束的时候顶多是摘到2个。你虽然天赋异禀，但也不可能抵得住那金叶神树的阻力，顶多摘3个吧。掌门，你小看我，我才摘2个，我不信，我至少能摘10个。哈哈哈哈！年轻人不服输是好事儿，但这金叶神树啊，你还真不得不服。那掌门敢不敢让我试试？没准服的是你们，不是我呢。放心，我必然不会抢夺昆无城弟子的果实，我等他们摘完了，剩下的要在金叶神树上枯萎的时候，我再去摘。听到这话，昆无城掌门和长老顿时就震惊了。低矮的果实都被摘完了，他们摘不到，你还能摘到吗？你这未免也太看不起我们昆无城的弟子了。对啊，他们都没有我厉害。好大的口气！若是你摘不到10个呢？少摘1个赔你们1万灵石，1个都摘不到，10万灵石送给你们。这下掌门跟长老都被逼急了，这孩子也太嚣张了吧！行，我同意了。等他们结束你就上去，可别叫我们失望。好嘞。师兄师姐，你们快告诉我，那棵金叶神树上都有什么好东西？但凡有点价值的都不要遗漏。怎么，你想上去摘？叶玲珑点头，不可能，昆无城掌门能同意？叶玲珑再次点头。小师妹，你记好了，上面的好东西还真不少。花诗晴立即跟叶玲珑介绍了起来，叶玲珑一个不落的全部记下。差不多大半天过去，果然和昆无城掌门估计的一样，上面的果子剩了70%，而顶端的金叶无人能摘。叶玲珑足尖一点，跳到了金叶神树下面。我保证天黑前一定收工，绝不会让你们加班的。我来喽！叶玲珑信心满满的爬上了金叶神树。一开始他的速度还挺快的，但是到了树干中段的时候，速度明显慢了下来。正当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等着他费尽全力往上爬了一段也找不到果子后，自己认栽跳下来时，叶玲珑忽然在第一根树枝上坐了下来。难不成想要歇口气恢复体力再爬？叶玲珑从戒指里掏出了一叠小小的白色纸片人放在一旁，然后又从戒指里掏出了一叠符纸以及一叠匕首。小白，你指挥一下，让他们每个人拿把匕首往上爬，把这棵树上所有的果子和金色的叶子都给我摘下来。小白萌萌的一点头，便开始跳起舞来，一边跳还一边咿咿呀呀的。他们没有修为，轻飘飘的，被小白的特殊的非法术力量操控着，所以他们可以无视金叶神树的压制，迅速的往上爬。一群纸片小队咿咿呀呀的往上爬，看着又呆又萌又壮观。他们迅速的爬到果子上，用小匕首割掉果子，果子掉下来，叶玲珑便在底下一个一个的接，一个不落的全都收进了戒指里面。不仅如此，他摘完了果子，开始摘顶端的叶子，摘了金叶，就连金叶旁边的枝丫也不放过，枝丫薅光了，树皮还铲走了好几块。昆无城掌门捂住自己的心口，呼吸困难。他说的是10个，可他现在至少摘了100多个，信谁都不会再信叶玲珑那张嘴了，真的好离谱啊！我天，那么多的果子和金叶呢，全部归他一个人了，那么大笔财富，真的酸死我了！哎呀，这招真绝啊！现如今修仙界几乎找不到一样听指挥且没有修为的东西了，
可他竟然有一大叠啊！哎，等下，我好像学会了，我忽然有个大胆的想法。你这么一说，我也……懂了，我也懂了。10年后，我也要这么干。懂什么懂？都给我闭嘴！今后，金叶神树摘果子，再加一个规定，必须自己亲手摘，不准带宠物作弊。昆吾城弟子一下子就违念了下来。收割完毕，转得盆满钵满的叶玲珑爬下了金叶神树，高高兴兴地走到了昆吾城掌门面前。多谢掌门成全。昆吾城掌门瞬间心梗，写什么写？还不如直接消失。哼，你倒是聪明啊，就是不走正道。掌门，摘个果子还分正邪吗？我的意思是，你应该用常规的方法。我的方法不常规吗？那你下次早点提醒我啊！他竟然还想有下次，那么大个便宜，他能准许他赚2次？昆吾城掌门气得侧过身去，努力调整呼吸。据说当晚昆吾城掌门亲自去了一趟司玉晨的病房看望他，确定他伤势已经稳定下来，后续只需要慢慢调养之后。第二天一大早，昆吾城掌门就把清玄宗所有的弟子连同裴洛白一块儿叫去吃了顿送客饭，把他们送出了昆吾城。离开之前，裴洛白还专程最后去看了司玉晨一眼。听闻他当时醒着，看到裴洛白进来之后，裴洛白还未开口辞别，司玉晨先送了他一个字：滚。事已至此，他也无甚好说，需要他的时候抓着他的手臂，压制体内乱窜的灵气；不需要他的时候，见面第一句就是滚，翻脸无情不认人。走吧，没你在的话，司玉晨大概1个月就能好。有你在呀，他这伤可能要再拖半年。为了我的病人着想，你还是先行离开吧，等为师有空了再去寻你。于是他们清玄宗一群人大受欢迎的来，颇为寂寥的走。掌门有新交代，七星宗和叶玲珑都是昆吾城新的重点关照对象，他们若再来，必须第一时间上报。接下来我们去哪儿好呢？其他人嗖嗖的目光全都看向叶玲珑。是该回一趟清玄宗了。回去做什么？看看师傅死了没有啊？我们出门在外3天2头拿他赌咒发誓，没准他老人家真的应验牺牲了呢。到了清玄宗之后，大家也没去青兰峰，而是直接朝着师傅所在的主峰飞了过去。刚到主峰的山门上，他们便听到了一道悦耳的鸟叫声。我记得师傅之前好像没有养过鸟的。走进山门后，他们迅速地走到了华修远的院子里。只见华修远院子里那一棵巨大的榕树的树枝上站着一只水蓝色羽毛的鸟。这鸟绝非凡品，没想到师傅竟然还偷偷养了一只这么珍稀的灵鸟，这小金丹出息了呀！大家从大厅找到房间，又从房间走了一圈到后院，找遍了每一个角落，愣是没有找到华修远的身影。师傅出门了？师傅竟然也会出门？不是吧？我之前每次来的时候他都在的。有没有可能他已经离开很久了？如果说他真的早早就离开了，那么巅峰舞会的事情没出现，大师兄的事情没出现，倒也正常。正常吗？巅峰舞会的事情，但凡他还在宗门联盟的范围内，便不可能不知道；而大师兄的事情，但凡他还在下修仙界，也不可能不知道啊。还记得最后一次见师傅吗？那次我在藏书阁弄出了点动静，他便迅速过来查看了。现在发生那么大的事情，他一直就没出现过，那就不正常啊。难不成师傅他老人家真的被我们咒死了？师傅热死了，那尸体呢？这就要问在座的各位了，你们都交代一下，拿师傅赌咒的时候都咒他死哪儿了？师傅是真的没有他表面上看上去的那么简单。叶玲珑指了指那只灵鸟，直觉告诉我，他不是下修仙界的灵鸟，而且师傅的院子周围有许多的禁制。禁制？对，而且很难。
难道我未必能解开？你们知道为什么我的阵法和符文在外面所向披靡吗？因为我见过最难最复杂的阵法和禁制，全都在清玄宗。一直以来，大家都以为清玄宗是个小破宗门，分分钟要解散的那种。但现在好像不是，这里藏着许多的秘密。那么，他们这几个被选中的人，也一定是有特殊理由的。好啦，大家也不用瞎想那么多，船到桥头自然直，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考虑吧。没准过一会儿呢，师傅他老人家就回来了呢。但所有人，包括他自己在内，心里都觉得师傅可能不会再回来了。回去吧，该闭关的闭关，该修炼的修炼。要是还有想法要出门历练的，歇2天再走吧。大师兄裴洛白发话之后，其他同门便没再停留，一起回青兰峰去了。那只灵鸟忽然回过头来，目光落在他们所有弟子的身上，看着他们离开。他们离开之后，他又视线一转，目光看向东方。小师妹，快开门！叶玲珑打开房门，陆百薇高高兴兴地跑了进来。小师妹，你那些小纸人呢？拿出来给我玩一会儿好不好？看着好好玩啊！叶玲珑轻笑一声，把那一叠小纸人拿了出来，然后把小白也放了出来。别怕呀，姐姐只想跟你玩一会儿。去吧，小白，他不会伤害你的。过了一会儿，他的房门又被敲响，三师姐莫若琳跑了进来。小师妹，快给我看看你的新武器，看起来好厉害啊，我都锻造不出这么强大的武器呢。叶玲珑轻笑一声，从戒指里把小红伞拿了出来，递给三师姐。哎，他怎么坏了一道啊？大师兄和那个化神老者打架的时候，我拿出来挡了一下，它就坏了。还好坏的不严重，应该能修。只是以我的水平，好像没法修。没关系，回头我去找锻造它的人。小师妹，你能告诉我是谁吗？我想跟他讨教一下。叶玲珑张了张嘴，想到大师兄被大叶子给吓得够呛，以后有机会我给你介绍，现在不太合适。莫若琳点了点头，继续研究武器去了。很快，二师姐和四师姐也来了。清玄宗的5个女弟子聚在了一块儿，有说有笑的聊了起来。大家一起分享这段时间的经历，又聊了很多有趣的话题。叶玲珑的院子亮着灯，亮了一整晚。大家都困倦回去休息的时候，天边已经微微泛白了。这时，他戳了戳自己的手腕。大叶子，我好困啊，我想睡觉。所以呢？我睡觉去了，辛苦你帮我把伞收一下。叶清玄叹了口气，进入了他的身体，然后配合着把桌子上的那把武器捡了起来。武器刚拿起来，他便看到了上面一道裂痕。某个人弄坏了武器，不敢直说，要用这种方式找他来修。你是不是在昆吾城摘了金叶？是啊。正好可以用来修伞。哈，那真是太巧了。叶清玄摇头一笑，他分明早知道金叶是能够修缮他武器的材料才去摘的。你可以去睡觉了，等我修好我叫你起来。大叶子，你真的是太好了。叶玲珑放心的把自己交给叶清玄之后，便睡觉去了。叶清玄坐在他的房间里，开始给他修武器。他的动作很快很迅速，在最后一片金叶用完之后，他想了想，在小红伞的伞柄上刻下了2个字：红颜。最后一笔落下的时候，叶清玄忽然一下眉头皱起，他将红颜收了起来，起身走出了房间，足尖一点，飞到了青兰峰的峰头上，站在那里远眺东方。小师妹，哎，这一大早的，你怎么会在这里欣赏晨光呢？你这化神掺水了，东方卫那么大动静，你听不到？裴洛白一怔，他顾不上思考小师妹为何又变得如此凶狠，所有的思绪都集中在另一个点上了。小师妹，你也感受到了？连你都能感受到，我为何不能？啊！正当裴洛白发呆的时候，身后又传来了新的动静。
哎，一大早的，大师兄、小师妹，你们在做什么？沈离贤走了上来，顺着他们的视线往前看了看。你们在看什么呀？我怎么什么也没看见？东方卫好像出了大事儿。我跟小师妹在看，东方卫出事了，哪儿呢？我没看出来呀。他拽了拽小师妹的袖子。要是连你这区区元婴都能看出来，那只能说大难临头在眼前了。沈离贤震惊地看着叶玲珑，一大早的，他开始幻听了。叶清玄把视线从东方收了回来，反正天塌了也跟他没关系，只要小叶子没事，其他的都不是问题。小师妹，我怎么就成了区区元婴了？不然，你觉得元婴很厉害吗？元婴也不是很厉害，但也不太差吧？不差吗？你身负人族和妖族两族血脉，跨族结合生子本就是逆天而行，能在违背天意的情况下存活下来，说明此子天赋异禀，资质超群。这么好的硬条件下，你都20了还是个元婴，你哪来的脸说自己不差？沈离贤震惊地张着嘴，他看了看裴洛白，又看了看叶玲珑，愣是半天说不出一个字儿来。看到沈离贤这副怀疑人生的样子，裴洛白压了压翘起的嘴角，最后没压住，甚至只能把头扭过另外一边，然后暗自偷笑。小师妹，你说的对，但凡我努力一些的话，现在也许就是个化神了。谁知叶清玄看了他一眼，目光中带着几分失望。化神算什么？便是突破炼虚也不为过。炼虚期，小师妹一个金丹对着一个元婴，跨越了化神，直接谈炼虚。炼虚的话，会不会有点太夸张了呀？有什么夸张的？叶清玄看了裴洛白一眼，他都能化神，你上个炼虚不是理所应当的吗？还在偷笑中的裴洛白顿时就笑不出来了。人已靠边站，嘲讽依旧来。呵，原来以我的资质是完全可以超过大师兄的呀。大师兄，我准备闭关去了，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超越你。不用有朝一日了，今晚就行。啊，去吧，我们梦里见。眼看着裴洛白回头离开，沈离贤迅速地跟了上去。大师兄，东方卫出什么事情了？你不是马上要炼虚了吗？问我一个区区化神做甚呢？他俩说话的时候，穆萧然正好从他们身边经过。什么？谁要炼虚了？区区化神？化神现在已经可以用区区形容了吗？穆萧然一头雾水，但不妨碍他迅速地跟上两位师兄。大师兄，你慌了；二师弟，你飘了。你快告诉我呀！我也不清楚，不如你去问小师妹吧，她看起来比较懂得多呀。问小师妹？大师兄，你故意害我的吧？你们在说什么呀？发生什么事情了？哎，五师弟，你来的正好，东方卫出大事了。小师妹看到了全过程，你要不去问问吧？那你们怎么不去问呢？两人都没说话。喊六师弟去问吧。年轻人呢，就得要多踩坑，方能迅速成长。片刻之后，季子卓上门找叶玲珑了。他去的时候，叶清玄刚躺下不久，听到扰人清梦的敲门声，他整个眉头皱了起来。下一秒，怎么回事啊？七师弟，你怎么被丢出来了？我也不知道啊，六师兄喊我去找小师妹，说有急事我就去了，谁知道他连门都没开，二话不说就把我丢了出来，快得我都没有反应过来呢。哎呀，我可怜的七师弟啊！我说五师兄有事找小师妹，为啥不自己去呢？原来是这样。这些人怎么心眼一个比一个多啊？这时，叶玲珑的房门打开，他从院子里走了出来。师兄们怎么都在我的院门口？
是因为早上东方卫的动静吗？其他师兄立即互看一眼，警惕地看着叶玲珑。我刚刚认真地想了想，这事情不简单。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测，师兄们随我去看看。他说完之后，裴洛白便上前一步。那就去看看。这场面他可再熟悉不过了。一般来说，小师妹凶残不了多久就会恢复正常。恢复正常的时候，比平时都要温柔许多。就比如现在。那只灵鸟飞走了。奇怪，能养在院子里的灵鸟，竟然还能自己飞走的。我昨天就有注意过，它的脸朝的方位一直是东方，但是当时并没有察觉到有什么问题。直到今天一早东方位有了大动静，我联想到它昨天的朝向，于是就想来看看，谁知它竟然不见了。小师妹，你看出什么了？没看出什么。那就算了，我们先回青兰峰上去吧。回去之后，裴洛白召集了所有人，把目前的情况说了一遍。那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办？不如我们即刻动身前往东方卫，飞去看看，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了。我修为高，速度快，应该很快就能回来。二师弟，你呢，便留在清玄宗照顾好师弟师妹们。好，在我回来之前，你们就先留在清玄宗，暂时不要外出历练了。好。他离开的时间里，沈离贤带着师弟师妹们去了清玄秘境。进来之后，叶玲珑重新设计了一个阵法，阵法还把未见过的3师兄和4师兄的位置也给安排好了。他们不在，不影响阵法的使用。他们回来了，阵法便更完整。花诗晴赶紧炼制更多的保命丹药，莫若琳也给大家的武器挨个的加固升级。就连柯心兰也在改进他的幻术丸子，他现在还往里加了晕眩的效果。看到师妹们这么努力，师兄们修炼得更加专注拼命了。差不多过了1天1夜之后，裴洛白回来了，他的神色非常的严肃，连带着大家的心都不由得咯噔了一下。东方卫的情况我已经弄清楚了，现在有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先说好消息吧。好消息就是，昨天早上在东海的半空之上，凭空出现了一座巨大的岛屿。那座岛屿一眼看不完全部，但所见之处灵气浓郁，天材地宝是无数。凭空出现一座岛屿？对，我打听了一下，以前这种情况也是有出现过的，大家称之为天降福岛。福岛据说是上界掉下来的，里面资源无数，灵气浓郁，就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谁捡到了便是谁的福气。那坏消息是什么？坏消息就是天降福岛的时候，进入福岛需要携带的符石降落在海面上，各方势力拼了命的争抢。在争抢的过程当中，咱宗门联盟的任盟主被暗算重伤了。什么？小师妹，你别着急，他已经被救回来了。虽然是伤得有点重，但是性命无忧啊。可他是化神啊，堂堂一个化神，竟然也会被偷袭重伤吗？因为偷袭他的是2个化神。一出就2个化神，化神什么时候变得那么不值钱了？是什么人？黑山盟的人。他们为了抢夺符石，不择手段地偷袭了盟主，成为了宗门联盟苍山72宫、黑山盟、百教神殿4方势力中获得符石最多的一方。一旦登岛，就意味着黑山盟可以在里面以人多欺负人少，随意围杀宗门联盟的人。可若宗门联盟不去的话，后果会更加的不堪设想。什么后果？上一次天降福岛是在1000年前，听闻那一次最后留在福岛上的人里面，有10个突破了化神。10个化神？听到这个消息，清玄宗所有人都沉默了许久。那盟主那边是怎么打算的？盟主重伤，
群龙无首。那4个掌门在那边吵得不可开交，我没有多停留就回来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去一趟镜花山。那贾老头是在镜花山养伤吧？是在镜花山。那贾老头天天装作一副老气横秋的样子，算计大家，故作沉稳，但其实他能力也就那样，人一倒谁都可以欺负。家里就我一根独苗了，我得去帮他撑场子。走了，你们都保重啊。我陪你去吧。说什么屁话呢？是我们陪你去。对啊，这种好事我们怎么可能错过？这可是清玄宗崛起的大好机会。10个化神是吧？哼，9个出自我们清玄宗。走了走了，又到了我们集体干架的时候了。宗门联盟必定不会垮台。有家一起打，有宝一起分，有祸一起扛。清玄一出，当世无敌。于是，在裴洛白的带领下，大家迅速的上了镜花山。叶玲珑看到任堂莲的眼睛还闭着，他眉头便忍不住皱起。我师父还在疗伤，人都还没醒呢。4位掌门在这里等着，是有什么大事要商量吗？听到叶玲珑说话这么不客气，另外4个掌门脸色一下子不太好看起来。长辈的事情，小辈不要过问。但我师父的身体我能直接负责吧？你们在这儿影响他休息了。他一会儿就能醒。那他醒了你们再进来不就行吗？一直等在这里是干什么呢？他只是伤了又不是死了，他还是宗门联盟的盟主呢，未来还得靠他撑场面呢，放尊重点不会吗？你一个小辈就是这么说话的？对什么人我就说什么话，不就是因为符师还在我师父手里，你们都想在第一时间决定他的去处吗？但你们别忘了，镜花山还有我这根独苗在，有我在，我就不准你们这么没规矩的逼迫我师父，谁也不行。被叶玲珑这一呵斥，其他掌门脸色更加难看。请各位掌门先出去吧。叶玲珑看他们不动，大师兄帮忙送一下4位掌门。裴洛白立即上前对他们做了一个请的手势。4个掌门一看到裴洛白，便当场没了脾气，尽管脸色再不好，也还是离开了。他们在这里好久了，怎么都喊不走，还是你厉害呀？哪，只是我大师兄厉害而已。这一直都是一个强者为尊的世界，只是之前我师父把大家保护得太好了，所以联盟里大家彼此关系一直挺融洽。大长老，我师父伤得重不重？挺重的，但性命无忧，只是需要休养很长的一段时间，现在当务之急。符石分配的事情很重要，解决不好的话，黑山门还没打来，内部就得先瓦解了。他什么时候能醒？不好说呀，快的话今晚有机会。你呀，行医之人就是太过保守，哪里需要到晚上？需要我醒来的时候，我这不就醒了吗？你没事吧？死丫头，刚刚我昏迷的时候，你一声声的师父叫得多好听呢。现在我醒了，就直接改成你了，你有没有良心呢？没有。任堂莲愣了一下，然后无奈地笑了起来。他一笑就忍不住咳嗽。差不多得了，都这样了还笑什么笑呀？很好笑吗？开心呐，听到你这么维护为师，为师心里乐呀。你也太容易满足了吧？要不我再告诉你一个更让你乐呵的消息。受伤一回，竟然有这么多惊喜呀！有啊，我刚回了一趟清玄宗，你猜怎么着？我那清玄宗的那位师傅没了。没了？什么叫没了呀？不知道是死了还是走了，所以统一称之为没了。也就是说，以后你就只有我这一个师傅了。是好消息吧？哎呦，那可真是太好了。叶玲珑好气又好笑地白了他一眼，这假老头好幼稚啊！说正事呢，谁打伤的你？
任堂莲一怔，我以为你要讨论的正事是符石怎么分配呢。比起符石，你竟然更关心我。因为无论如何我都要拿到一块符石啊，不然怎么去跟你报仇？此去福岛危险，我未必会给你。我需要你给，你随便给谁，出了这杏花山，我保证马上就抢到手。我大师兄除了你之外，宗门联盟的唯一一个化神，有他在，我想要几块就有几块。这也太嚣张了吧！也别说什么后续报复的废话了，我清玄宗现在就10个人，大家现在都在一块行动，就算是想挑软柿子，宗门联盟现在暂时也没谁能够捏得起，所以你分配的时候最好自己想清楚，不然你的联盟里出现恶性抢夺事件，你更不好善后。叶玲珑说完，笑得更嚣张了。任堂莲深吸了好几口气，气得脑袋嗡嗡的。哎，息怒啊，留口气活着，回头还要亲眼看着我给你报仇呢。你这样大逆不道，竟然还想着给我报仇！哎呦，我可太感动了。那必须报仇啊！你现在是我挂名师傅，你挨揍了，我面子上过不去。福岛出现后第5天，便可以凭借符石进去。没时间了，把他们喊进来吧。很快，他们便进来了。进来的时候，还多看了叶玲珑好几眼。差不多得了啊，他一个小孩子，你们都这么大年纪了，跟他计较什么呀？你就惯着他吧。他要是你的弟子，你不惯，要不盟主，你把他让给我试试啊！凑什么热闹？说正事了。我七星宗得不到的，你们也别想要。也就昆无尘不知珍惜，把人赶出了门，不就几个果子吗？小气的。昆无城掌门一看战火烧到了自己这里，顿时就急了。这是几个果子的问题吗？得了，说正事，是一共散落近1000枚。按照4大势力均分的情况，我应该有200多枚，但因为黑山盟的偷袭，我如今手中只有120枚。他们手里只有120枚，这意味着黑山盟手里有近400枚。所以派进去的实力不行，就是单纯送头。可如果都派精英，若全都折损在里面，后果更加严重。这话一出，大家又都沉默了。盟主，你心里是怎么打算的？我的意思是，4大宗门每个宗门分配20，清玄宗分配10个，其余30平均分配给剩下的6大宗门。盟主，这不太公平吧？清玄宗全员能去吗？对呀，即便是他们分到5个，我也赞同的。毕竟他们弟子实力确实强，但那几个金丹期的女弟子，他们去了做什么？拖后腿吗？什么叫金丹期女弟子去了拖后腿呀？啊，你问问我徒弟，这话他同意吗？4个掌门齐刷刷地转回头，看向金丹期女弟子叶玲珑。这个特殊啊，可以多给他们1枚。对，清玄宗6枚，我同意。我不同意，我们清玄宗弟子共进退，要么去10个，要么1个不去。只不过你们想好了，我大师兄这个化神若是不去，你们的弟子死了，那没人能救了哦。这话一出，其他4个掌门全都被噎到了。这下没意义了吧？盟主的决定，我们岂敢有异议呢？算了算了，他们少去4个，我们也就每人多去1个，改变不了什么大局。盟主如此看重你们，但愿你们清玄宗能在这一次有个好的表现。没错，你们好好准备，这一次去九死一生不是开玩笑的，因为能进福岛的年纪必须是100岁以下的弟子，而偷袭在盟主的那2个化神，就是黑山盟100岁以下的弟子，他们这次一定会去的。
真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偷袭师傅的不是黑山盟老祖一样的人物，竟然是黑山盟的弟子而已。那这个黑山盟实力真的好强。拿到自己的那份符石之后，4个掌门终于干净利落地离开了任唐林的房间。你答应过要给我报仇的，现在我人员都给你配齐了，你不会做不到吧？不就是2个化神吗？有什么了不起的？说了帮你报仇，肯定会帮你报仇的。你等我的好消息啊！年少就该轻狂，他的努力和天赋配得起他的所有自信。对了，你那把武器可以给我看一看吗？叶玲珑从戒指里取出了小红伞，递给了任唐林。灵气分上中下品，即便是上品2字，用在你这把武器上也是显得非常寒碜。幸亏当时你跑了，没有让我替你找人打造。叶玲珑听着任唐林的夸奖，脑袋扬起，嘴角快要翘上天了。识货，果然很识货。他的名字叫红颜吗？叶玲珑一愣，他低下头来，这才在剑柄上看到雕刻的红颜2个字，是大叶子的字迹。对，他叫红颜。很好听啊。任唐莲把红颜还给了叶玲珑。明天出发，我会亲自送你们去。你这样没关系吗？放心，我好歹一化神，没那么脆弱。回去准备一下吧。好。听闻上一次出现天降福岛是在1000年前，换言之，现如今在这里的人没有一个曾经见过福岛。搞什么嘛？昨天还说盟主寻死，你们自己也寻死的厉害吧？司玉琛重伤还未痊愈，现在脸色都是白的。宽无尘掌门，你竟然给他一枚符石啊！哼，玉琛他马上就能痊愈，不差这几天。以他的实力，绝对足够突破化神。那影月宫呢？大家派的基本上都是元婴，即便有金丹，那也是少数能力突出的。你怎么还夹带了一个自己的儿子呀？要你管呢？我儿子就是能力突出的，不行吗？他这都金丹后期了，有什么气不得的？就你话多。七星宗掌门，你往里面塞了个金丹期的小弟子是什么意思啊？我可没有夹带私货，七星宗元婴期的人就那么点儿，剩下的都是金丹的。金丹选哪个，我直接全宗门抽签，选中他也只是遵从天意罢了。七星宗掌门这操作，让人忍不住想要喊上6。你把我们都数落遍了，你又是个什么好东西？你不也夹带金丹了吗？这位是你溧阳殿的弟子吧？不是，我可没有夹带私货呀！我发誓，我没有让他来的。你自己交代一下，怎么回事？这呀，还真不能怪我们掌门。这个名额呢，是我从其他门派手里面买来的。买来的？这个那么珍贵的名额还能买啊？哪个宗门那么丧心病狂，又目光短浅呢？这名额是从谁手里买的？是我卖掉的。我北斗宗这些年出来的人才不多，与其占着这个名额，不如换些灵石供全宗发展。你真是糊涂啊！说你们宗门多一个人实力提升，带来的好处可比那点灵石多多了。盟主，此言差矣啊！多一个人去，也只是多一个炮灰而已。毕竟我们十有八九是要被黑山盟给锤的。另外，请不要用那点儿这2个字来形容卖名额获得的灵石，它可以供北斗宗1个月的开销了。这连溧阳店主都震惊了，他竟不知他手下有这么个大款。你的灵石？掌门，来源绝对干净，我凭智慧赚取的。是个人才，别人拼命修炼，
他低调赚取零食。小师妹，罗言舟离开你之后，似乎聪明了许多，说明跟着我长进快啊！这不，一会儿肯定要上来蹭车队了。不至于吧？他们烈阳殿有队伍的。叶玲珑看了一眼带队的贺连凤，打赌吗？一间店铺。不赌，我直接送你。我师姐你赢了，哦不，双赢。很快，大家飞到了福岛的前面，那里3个势力的人已经聚集好了。叶玲珑扫了一眼，在人群最前面看到了黑山盟的少主，而他的身边果然跟着叶荣月。他听到动静，立刻回头，视线果然落在了叶玲珑的身上。看，这就是塑料姐妹花之间的默契。小师妹，你笑什么呢？我们很快就能有仇报仇，有怨报怨了。我发誓，若这次再让他跑了，我头给你们砍下来当凳子坐。这还是小师妹第一次发这么毒的誓呢，看来她是要动真格了。没想到宗门联盟竟然还敢来，而且还是盟主您亲自护送这些小孩子来呀。没什么不敢，不到最后一刻，鹿死谁手人未可知。下修仙界有4大势力，宗门联盟在东方，苍山七十二宫在南方，黑山盟在西方，百教神殿在北方。大家离得远，鲜少有来往，基本上没什么交集，所以这些年除了边界上一些小争执之外，没有过大矛盾。虽然如此，但不代表彼此没有野心，谁都想获得更多的资源。这么看来，黑山盟最强，而我们宗门联盟是最弱的。并不是，之前黑山盟也只是一老一少2个化神的配置，小的化神是最近才突破的。啊，这个我懂。新突破的那个化神得益于黑山盟新任少主夫人，是他给黑山盟带来了机遇。听说等少主的伤势痊愈了，他就要冲击化神了。他们正聊着，忽然间感觉到远处有一道视线盯着他们这一边。只见黑山盟的那位新晋化神此刻正在盯着裴洛白，目光中的挑衅毫不遮掩。哎，叶子姐，这人呐叫金世虫，原本呢是黑山盟里边黑岩山的天才弟子，今年刚过38，因为天赋过强，在他们舞会的时候啊夺得了高级组的魁首，后来被黑山盟盟主给看中，招入盟主手下的黑金山。这事儿啊其实不太光彩，就是相当于你在巅峰舞会上表现得非常的好，最后觉得清玄宗给的资源不好，转而投入到4大宗门麾下，背叛师门的一个意思啊。那原来的黑岩山能同意他这样做，倾所有资源培养一个天才，就这么跑了？当然不能同意啊！但是黑金山是盟主麾下的，这实力强，态度硬，再加上金世虫心意已决，黑岩山也没办法呀。这苦啊，就只能是打掉牙的往肚子里边咽了。似是看出来叶玲珑他们在讨论自己，金世虫冲着他们嘲讽一笑，然后对着他们做了个抹脖子的手势，嚣张至极。哎，不就是一破化神吗？他至于那么骄傲吗？什么玩意儿啊！我这暴脾气，要不是我打不过，我肯定不能忍。不能忍就别忍啊！叶子姐，重点不是我不能忍，而是我打不过呀。你打不过他总骂得过吧？他不是喜欢挑衅吗？都送上门来了，这还不开骂？骂死他呀！那进福岛以后，他杀我怎么办呢？怕什么啊？他不来，我还要去找他呢。天塌下来有我顶着，你今晚骂。那我去了。你放心去。罗延忠一听，当场就乐了，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跟着叶子姐就是爽，出门见谁挑谁，连路过的鬼都要挨一巴掌，这玩意儿算什么？哎，瞪什么瞪？就算你瞪到眼珠子都掉下来了，你也不配当一只青蛙。嘿，就你这长相，顶多就是个蛤蟆。
还是妄想吃天鹅肉的那种癞蛤蟆？你算什么东西？切，也有资格骂我？哎，是你自己朝着我们这边挤眉弄眼的，不就是找骂了吗？哼，我当然要趁你还活着赶紧骂呀，不然过一会儿你死了，哼，本着尊重死者的原则，我就不能骂你了呀。跟你不一样，这单基本的素质我还是有的。金世虫气得胸口上下起伏，他抬手便是一道灵力，朝着罗延中劈头盖脸的砸了过去。裴洛白眼疾手快的替他挡了下来。怎么，现在就想开打？这争执来的突然，其他人直到现在才反应过来。只见黑山盟的盟主皱着眉头，正要恼怒的开口，被任堂莲抢先了一步。黑山盟主若是不想进这福岛，要现在就开打，那我宗门联盟奉陪到底。苍山72宫和百教神殿的道友们，你们不妨多等一会儿，没准一会儿所有的符石就归你们平分了。宗门联盟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无所谓，但黑山盟就算是亏大发了。黑山盟主直接怒哼一声，扭过头去忍了，一直到前方光芒闪耀，天降福岛正式开启。黑山盟的人站在离福岛最近的位置，所以福岛开启的一瞬间，他们那些拥有符石的弟子便率先进入到福岛之中。现在福岛里空无一人，进去的越快越能抢占先机，掌握主动权。因为手握符石进入福岛之后，落点是随机的，先到的人先有所准备，便能够轻易埋伏，甚至杀死后来者。眼看着其他3个势力的人走得差不多了，宗门联盟这边的弟子也迅速的跟上。一眨眼的功夫，原本在福岛前等待的黑压压的一大片人都消失了。这时，剩下的人所有的目光全都聚焦到了宗门联盟那群还没离开的弟子身上。怎么，任盟主，你们这是怕了，不敢去了？哼，怕是不可能的。不过我也奇怪他们为什么不走，不如一起往下看。只是，但愿一会儿你还笑得出来。故弄玄虚。彼时，烟龙正在摆弄他从戒指里取出来的绳子，这绳子是他和三师姐联合打造的，坚韧无比，而且还贴了符文，必定不会拽断的那种。他正将绳子的一端捆在自己的腰上，然后将其他的递给清玄宗的弟子。清玄宗的弟子10人挨个把自己给捆了上去。捆完之后，罗延中赶紧接过剩下的绳子，迅速捆在自己的腰间。陆白薇一看，罗延中果然来蹭清玄宗的车了，蹭得这么不加掩饰，幸亏他聪明，当场就给了小师妹铺子，不然这面子可是要丢的。罗延中厚着脸皮捆完之后，下一个捆绳子的竟然是陈七元。全清玄宗一脸疑惑地看着他，你哪里来的符石？你师父刚刚忽悠我师父买的，不好吗？有我在，你们只要不死，都能起来继续干架。不，死了我也能拉起来。简直不要太好。季子卓伸手拉了陈七元一把，殷勤地帮他把绳子给系牢。兄弟，我排第7，你叫七元，就凭这缘分，从今以后我走哪儿都带着你。倒也不必，起死回生术你家小师妹也会。小师妹这不声不响的就掌握了神医谷至高医学了。尤其震惊的是边上的裴洛白，大家一块儿去的神医谷，陈七元会就算了，怎么连零基础的小师妹都会了？这不是显得自己……打住，还是思考一下一会儿怎么对付黑山盟的人。只要他不想，他就不必遭受这打击。他骗你的，流程我会了，但是具体的办法没学过。以小师妹的本事，书看一遍就会了，有什么难的？好家伙，人人争抢的起死回生术，他们说有什么难的？就在陈七元系完之后，绳子的另一端被人给拿去了。只见司玉晨正面无表情的把绳子往自己的腰上捆。
你又是什么情况？我重伤未愈，需要保护的。他是怎么说的这么理直气壮的？大男主气概呢？重伤一场忘了女主，连男主人设都不要了吗？但为什么是要我们清玄宗保护？我不是要清玄宗保护，我只是需要裴洛白保护。怎么回事啊？是有什么他们不知道的惊天秘密吗？这真的不是为来大嫂。二师兄，注意你冰山美人的人设。司玉晨，你在胡说八道什么东西呢？石七长老说，我本来今天就可以痊愈的，但是因为你的种种，没有10年脑血栓做不出来的操作，导致我现在还没痊愈，所以你要负责，在我病愈之前保护好我。他的后面，江玉征毫不犹豫的高高兴兴的把自己给捆上了，于是整个昆吾城跟清玄宗捆在了一块儿。放眼望去，总共32个人，像是串糖葫芦似的，看起来十分沙雕。不是吧？人家都是一个个进去的，他们一大群串成一串一起进去啊！哎呀，这就厉害了。别人都是单人落地，他们直接空降一群，谁挡得住啊？不是啊，你之前还把人家赶出昆吾城，现在怎么有脸蹭人家的团了呀？因为当时叶玲珑在祸害昆吾城，可现在不一样了，他要去祸害别人了，我们当然要跟上啊！哎，你这么凶干什么？你们不是还有个独苗在那儿吗？就连其他3大势力的人都惊呆了，这30多个人串一串，谁见谁死，就是化神也遭不住啊！我们出发了，也不知道谁那么倒霉被我们第一个选上。不会吧？不会是黑山盟吧？毕竟黑山盟人最多。这话一出，3大势力的人，尤其是黑山盟的，顿时就笑不出来了。作弊！他们作弊！就在其他3大势力急得不行的时候，叶玲珑他们那一串队伍朝着福岛飞了进去。不可能吧？随便一条绳子都能改变福岛规则的话，那福岛的规则岂不是一个笑话？这也太天真了。但是福岛也从未明示过所谓的规则，所有的规则不都是前辈经历积累下来的经验吗？可别自作聪明，到时候反而被福岛所反噬了。此言差矣，福岛里除了人与人之间的厮杀，不会有任何反噬。能不能封住他那张嘴？一张口就惹人心烦。黑山盟主不服气的转头看向苍山72宫和百教神殿的人。你们有什么看法呀？你问他们做什么？他们跟宗门联盟又没有什么死仇，不像黑山盟，又偷袭伤人，又入道前嘲讽。虽然没嘲讽赢，但也算是坏事做尽。黑山盟主气得脑袋嗡嗡的，神他妈没朝赢！修仙界谁斗嘴皮子？平时他们也不练这个呀。就在他们斗嘴皮子的时候，忽然前方福岛上的石碑光芒一闪，石碑上2个光点灭掉了，砰砰2声强大的落水声传来。哎呦，瞧瞧这一身帅气的衣裳和憔悴的脸色，以及那痛苦的表情，可不就是黑山盟的人吗？怎么回事？黑山盟主又气又急地问道。我们也没办法呀，我们刚好落地，好不容易遇到了同是黑山盟的人，正准备一起走，谁知道哗的一下，面前突然出现了30多个人，他们腰间捆着绳子，落地整整齐齐，其中还有一个化神的，这谁打得过呀？黑山盟主不想说话，但又还是不得不问，因为根据前辈的经验，人在里面被杀死了就是死了，没听说过还有人能被弹出来的，这可是头一回，这信息很重要。后来呢？后来他们把我们的全部家当抢走了，毁掉了我们的符石，我们就被弹出来了。这话一出，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原来在福岛里面，除了杀人以外，
还有毁掉符石、把人丢出符岛的操作呀。